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晕染技巧里面的一个湿晕手法啊。湿晕手法就是我们可能平常会听到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空气晕染，对吧？空气晕染，还有这个油画晕染，哎，就是咱之前课程给大家直播课也都讲过的，空气、油画又是什么云雾。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名字，这些呢多数都是以湿晕方法为主，湿晕方法为主。然后湿晕的手法呢，1、2、3、4，一共4种操作，它都属于湿晕大系列。也就是说，它可能平常每个老师教课方式不一样啊，我就给大家统计为2种，第一种就是干晕，第二种就是湿晕。干晕的手法就刚那个有一节课，上一节课不是给大家单独做过这个嘛，对吧？单独做了一个。那湿晕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说做款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通透感比较强烈的，或者说有一些纹理感状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在做到款式的时候，一定自己要区分好，我可以用哪种方法操作，用哪种方法去操作，好吧？来，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用底胶去蘸着胶去做湿晕，也就是说，干晕相当于比我们的光疗笔在不借助任何透色胶的情况下去进行色胶晕染，但是湿晕呢，相当于什么？我们的笔会借助这些各种各样的透色系列胶，比如说晕染胶、光疗胶、底胶加固、流平，这些都是一些透色系列的胶。我们的光疗笔会借助这些胶，或者甲面会借助这些胶去进行晕染，首先第一个，借助底胶去怎么晕染啊？借助底胶怎么晕染？我拿一个10色胶来举例，来看这个颜色上色度比较高。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甲面上，比如我们要做湿晕的时候，先看手法，同学们先看手法。在甲面上，我随便点一个偏大一点点的色块，不要做细细长长的，细细长长的会不太好看。这个时候拿咱们的光疗笔，擦干净笔。擦干净笔之后，我们是不是在做，甭管是干啥，只要用到笔要润笔啊，是不是要润笔？这里是底胶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用润笔凝胶，先用底胶就可以省事儿。来，润好笔之后，那么整个笔我们做干晕笔，是不是要把多余的胶给去掉？但是做湿晕的情况下，底胶要去怎么样蘸胶？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上色度比较深的、颜色比较重的这些颜色都可以借助底胶快速晕染。笔上现在看一下，是不是有轻微一点点底胶，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色块铺上去之后，笔呢借助底胶去向周围进行晕染过渡。晕染的时候，笔不要立起来，因为一旦立起来，你笔上底胶再多，它的颜色也被刮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把笔平铺下去，浮在这个胶的上面去进行晕染。晕染的时候，手法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可以向下拉直线，对吧？我也可以去拉直线的情况下，往去打一个圈，打一个弧度。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被我们给铺开了？但是因为笔上有底胶，所以说它相当于拖出去之后，把这个颜色做了一个稀释，所以拖出来痕迹会偏干净一点，也会偏成那种半透状，会偏半透状一点点。所以说用底胶的手法啊，就是这样去操作。比如说拉出来之后啊，我把周围都过渡，对吧？都过渡，反面有胶啊，我把这边稍微往外拖一拖。上面哎，我往这边想，这里有颜色，那我就往上去走。拖完之后，因为有可能说有些颜色能看见吧，纹路感确实是还是有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记得去勤擦笔，在湿棉片上，湿棉片啊，我画一个小星号，勤擦笔，湿棉片勤擦笔。如果说你用干棉片擦完，可能会有毛，可能因为发黏嘛，可能会沾上一些脏东西，所以说最好在湿棉片上处理。处理完了，如果笔太干，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蘸一点底胶，对吧？再去蘸一点底胶。好了，那边缘这些痕迹或者颜色边界性比较明显的地方，在底胶的作用下，我们又可以进行2次过渡，把边缘给它晕开。把边缘晕开，因为这个红色上色度比较高啊，所以说我在晕开之后，整个甲面的铺色范围是比较大的。如果不想要这么大的范围，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哎，颜色要少点一点点，颜色要少取一点点，好吧？你看这一块的颜色是不是就过渡开了？边缘这边也就没有那么重的一些纹路了，是不是？没有那么重的一些纹路了。所以说这是湿晕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借助底胶向周围做颜色过渡，啊，这是用底胶做出来的。它这个呢，就跟我们比如说做款式的时候，某个局部想去叠加一些颜色，可以1层，可以2层，但每一层呢，我笔都会蘸点底胶过渡边缘，出来的就是颜色底部的层次堆叠，啊。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做什么呢？我把这个我就直接这样，我先拿去照灯啊，我在这上面去实操。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甲面铺上一层加固胶，铺上一层，哎，不清楚。铺上一层加固胶，或者是底胶，或者是流平胶，或者是晕染胶。这3个为什么我单独写晕染胶要单独写出来呢？因为晕染胶相对于其他这3种胶来说，它的流平性以及扩散性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同样点上这么一滴色胶，在这个我给大家做个小对比啊。
这个在甲面上，比如有的是做腮红，是不是？做腮红你前面那些胶能行吗？都能行。但是做腮红甲的时候要自动扩散开，这3种胶可能就是说需要1分钟，但用晕染胶可能20秒钟就结束了。所以说用晕染胶去做晕染，它可能速度会偏快一点，出来的那种通透感也会增强啊。这是一个晕染胶，涂的是透明晕染胶，然后我这边呢涂了一层加固胶。2个颜色在纸上，因为正好白色底能做一下对比。加固胶大家都知道偏粘稠一点点，对不对？偏粘稠一点。好了，同样都是薄刷2个，有点模糊。好了，现在好了。薄刷这边是晕染胶，这边是加固胶啊，左边晕染，右边加固。来，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色胶点进去。我用一个透色胶举个例子啊，来，比如说晕染胶，当我把这个色胶点进去之后，随便一个色块，然后这是加固胶，我也点进去，也是随便一个色块，2个色块大小要差不多。好了，我们接下来稍作等待。稍作等待，大家来看哪个胶它会向周围扩散的更快。要说晕染胶，这个加固胶会扩散吗？也会，但是它相对来说速度会慢一点。能不能发现左边的位置好像增加的比较快速？而且这是在平面上啊，在指甲上它有弧度的情况下，它会往下去流，顺着弧度借助这个地心引力往下去流。那现在能看出来了吧？是不是晕染胶同样1瓶色胶的情况下，用晕染胶它周围晕染的会快一点？也就是说，越稀的胶在透胶里面没有晕染胶的情况下，越稀的胶，比如说这个底胶，在做晕染，它会晕染的更快一点。晕染的会更快一点，但如果说是加固和流平这2个是差不多的，那我想要晕染的再快一点的话，就可以借助这个晕染胶。现在再来看，同样还是刚刚的这2个色块啊，还是刚刚的这2个色块，对吧？你看右边几乎没咋动，左边确实把这个整个颜色铺开了。那我们再去做甲面晕染的时候，如果说我想偷个懒，我想去借助晕染胶快速去操作，我想把这个面积开的大一点，是不是就这个时候可以涂上一层晕染胶了？然后如果说我想晕的慢一点，我想让它纹路感稍微清晰一些，就可以涂上一层加固胶或者粘稠一点点的胶，流平胶像建构胶、加固胶都可以啊。来，我们上手实操，2种的对比，你看半天了还是这样，现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好了，这个呢是刚刚在做湿晕底胶晕染的时候一个底，我们在这上面，我先去用晕染胶，一个透明的晕染胶啊，品牌不做推荐，晕染胶来甲面上，我先薄涂一层。我就待会儿薄涂完了之后，我就在上面啊，在上面这个地方去把这个颜色点上去，大家来看。和我在下面，我待会儿再单独做一个用加固胶做，大家看一下区别。湿晕啊，整个甲面铺上去，想要色块铺到哪里就往哪边去叠加。然后现在呢，为了方便观察，我会用一个这个什么呢？透色胶吧，透色胶，实色、透色都可以啊，实色、透色都可以，实色胶吧，纯白色甲油胶能看清楚，好不好？纯白色晕染胶，来。不需要太多，在晕染胶上面来，我们把这个彩胶点上去，看看啊，正好有个红色底能看清楚，有对比，随便点上一点点，比如我想这边有点色块，好了，这边也有点，我就做在上面了。来，在我不动的情况下，它自己已经开始向周围去扩散，发现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笔只需要轻微去蘸一丢丢的底胶，润笔，润好笔之后，你看你都不用动，它自己会往周围走。但是因为这个纹路不漂亮，所以我们可能会适当的去给它进行调整。好了，这边好了，来那个小雨帮我拿一下那个最前面的那个色晕染的，看看稍微近一点啊，能看出来吗？是不是在我们手法借助之后，哎，这颜色自己在向周围扩散，反而出现了这种纹路的存在。比如说像这种款式，上面这个白色能看见吗？就是在打好底之后，我想上面飘一层那个颜色，就可以借用这种胶，用实色胶去操作。如果用的是透色胶，来，我用这个透色胶，大家来看一下效果。半透胶啊，擦一下笔。来，半透胶，我在下面，一会儿我就把它擦掉了啊。来，我再把这个色胶铺上去。再向周围扩散，对吧？稍微把它晕开，你看一下，是不是？其实像这种做出来的纹路，甭管是透色还是实色，都有一点点的。但是透色胶其实如果浓度比较低的话，它可能会像做腮红一样，直接向周围就会扩散开，过渡的非常自然，刷痕也会比较浅。但是实色胶相对来说，再怎么做，它的纹路也是比较重的。比如说以后我们如果遇到想做这一系列的，你看像这种。一看就有一些纹路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如果颜色比较重，就可以借助晕染胶去操作。想要这个纹路感强一点的，那我们就可以借助用加固胶去操作。看一下是不是这种飘起来的感觉啊？飘起来的感觉。来，
看一下，目前来看是不是底下的这个还是有，但是不如上面的显色度更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用晕染胶的一个操作下，晕染胶相对其他胶来说操作更顺畅一点，因为它自己也会晕开，好了，我现在把上面的胶多余的擦掉，然后这个时候我在甲面涂一层加固胶啊，我薄涂一层加固胶，大家再来看。涂完之后不照灯，在这层透色胶上面，我们去进行这个颜色叠加、晕染纹路边缘。这种的操作呢，用法有一部分的时候会用得到，但是像这两种直接在透色胶不照灯的情况下，啊，一个小灯泡，不照灯的情况下啊，看不清楚是不是？来，透色胶在不照灯的情况下去进行颜色叠加，这两种。记住这个，好了，来，我们回来看这个指甲，看这指甲，刚刚是涂了一层加固胶啊，没有照灯，然后同样再去拿这个白色甲油胶，还是在这个地方我去做一些纹路晕染。刚刚做过测试，是不是在加固胶之后它会晕吗？会，但是扩散的速度看这里是不是还是比较小，比较慢？来，借助底胶稍微擦润一下笔，把这个纹路我们给它走开。好，那么它在短时间内还会一直呈现这种状态，也就是说，短时间内这个白色的色胶会基本上都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内，无非就是边缘可能自己会稍作改变，但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去发生过多的变化的。可能这个颜色上去叠加这种颜色不太漂亮啊，不太漂亮，但是能看出来两种的区别，那个是不是自己周围就扩散开了？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都是偏白的，但是这个晕染的纹路就会更加清晰一点点，这是在加固胶之后去操作的这个纹路，也就是说2和3都是在透色胶在不照灯的情况下，甲面薄涂一层去进行颜色叠加。这种有好处吗？有坏处吗？也有，也就是说不是说坏处啊，就是它的优缺点。比如说这一种相对来说，优点是啥呢？快速成版，它的缺点是什么？甲面会变厚。甲面会偏厚，因为它相当于一层透色胶上面再去点颜色，再去晕染开，它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厚，就比我们直接点上颜色，把颜色给它过渡开那种这种要偏薄一点啊，这种偏薄一点，这种就会偏厚一点。就是美甲这个款式，它不一定是说所有都得薄薄的上面去做，有的款式就得稍微厚一点，这是晕染中的第二种方法。但是在晕染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刚看得见，就是手法技巧，我有专门的开一节课讲过，湿晕也好，干晕也好，手法都是尽量平一点，立起来都会把胶给刮掉的啊。好了，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种是借助光疗胶。光疗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粘稠度高。它的粘稠度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偏油画质感的指甲，我之前做了一个啊，给大家稍看一眼，就是这个就是只是走了这么一笔，看一下这个面，你能看见吗？它上面是有那种通透感在，但是又有实色胶的存在，甚至说这个指甲比较长，那我接下来在这上面，我用这个光疗胶，去操作，大家看一下，越粘稠的胶是不是扩散性？越粘稠的胶扩散性就越慢，所以说想要出现一些油画质感，让它这种比较厚重的感觉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光疗胶做。那你要问我老师，这个粘钻胶行不行呀？行，但是粘钻胶太硬了啊！这种光疗胶它是有韧性的，好吧？是有韧性的。但是用光疗胶操作的时候，我们的手法会有区别。比如说这个啊，这俩是对等的。然后用这种操作的时候，之前是不是先涂一层透色胶，在透色胶上面进行颜色叠加，对吧？但是我们接下来这个可以再刷一层光疗胶之后进行晕染，也可以怎么样？先点颜色，先把颜色点到甲面上，然后笔呢去蘸着光疗胶进行手法晕染。但是像这种晕染的时候，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效果好，纹路感强，我就直接写纹强了啊，纹路要强一点，然后这种质感要强一点。那缺点呢？因为这个胶粘稠，它不会轻易的去流平。像这种胶，这些胶吧，它还会自然流平一点，但是像这个就不会。所以说，一般做完的甲面会非常的厚，除非说你在控胶的时候能控制好，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一些款式就会偏厚一点点，好不好？来看一下啊，甲面涂好底色之后，直接在甲面上点颜色。随便点，不要点太多，点好之后可能现在看就是比较乱，哎，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需要对我们的手法要求要高，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转笔控笔，这种操作的时候是浮在胶上面，用滑胶的手法去操作的，啊。
好吧？来看一下。来，色胶点上去，它是不轻易流动的。这个呢是光疗胶啊，光疗胶。来，我们这个时候去取一坨胶珠，取一坨胶珠之后，现在是不是你看笔偏厚一点点？因为我的甲面颜色会比较多啊，所以我多取了一点。这个时候来看，我们的手法是，你试一下能不能这样去转笔，你不能说一笔刷下去，动不了了，要手法自然的状态下去进行。进行拿笔，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随时会转笔的，因为做出来的晕染纹路要有粗的地方，也有细的地方，咱总不能说是怎么样。我先做一个错误示范啊，咱总不能说，哎，我刷下来一笔刷下去，我就是一样的粗细，那肯定是不好看的嘛，太生硬，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需要我们手法进行一个转笔动作。你实在不行，你先侧过来放，然后再转回来，再转回去，这种。大家看啊，有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有些款式，哎，整个指甲颜色它那个人家打了一圈的感觉，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看，这是一层胶珠，浮在这个胶上面，平向的去滑动，不要立起来，立起来相对会把这个位置的胶刮走。然后点的时候可以从这个位置开始点，往下去拖。我们也可以浮在胶里面之后，我先拖出去，对吧？我再拖回来。看好了，这边你看有了，我这边稍微转一下笔，细细的转到这边再走。破坏一下这些白色的纹路边缘，看看，这边可能不太好看，我把笔擦干净，勤擦笔之后，我再单独的把这儿，哎，我再给它刷一下，看一下，能看出来吧？里面有通透的感觉，也有实色胶的感觉，还有我们的一个笔触，还有我们的笔触啊。好了，大家先记住看，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拍清楚，然后我把这个擦掉，我再来去做一个大家常见的那种效果，常见的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实际上在咱们直播课里面有讲过啊，有讲过。来，色胶不需要点太多，尤其是颜色偏重的那种。你像这种实色胶、透色胶都可以做。然后做的时候点色胶，我知道我要从这边往这边打个圈，我就故意啊往这边来点，故意往这边来点。笔呢，擦干净笔，不需要有过多的色胶。然后这个时候就取一坨光疗胶，取一坨光疗胶来看，我会怎么样？从这个位置开始，好，我点放下去就是放下去了，不要这样碎碎的去点啊，放下去就是放下去了，好，往这边去拖动。来到这边的时候，感觉胶不够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好了，停一下。你看笔上是不是有很多颜色？那我直接点上去，这边肯定颜色是比较乱的。那又不想要有那么多颜色，擦笔，把笔擦干净，再去取一点点胶，因为这边已经面积比较小了，所以不需要有过多的胶。好了，来这边呢，也可以从上往下，也可以从下往上，把这个颜色给它铺开，铺开。呀，碰到，看到没有？下面如果有透色胶比较多的，我们把笔擦干净之后，可以单独的再把这边的这个胶给它铺开，因为透色嘛，你就多了厚了的，多点少点不影响，不像有颜色，颜色你一旦这么一蒯，就把它颜色全蒯掉了啊。但是像这个透色胶无所谓，你看我再拖上去，是不是？你看就这么长时间内，你就算不动，它表面好像也浮在上面，有烟云那种感觉，一缕烟或者说一滴墨滴在水里的感觉，是可以这么做的。甚至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可以怎样的？放上去之后，比如说色胶点上去，哎，我这个手法转不过来，我在转的途中，我可以去旋转我的甲片。旋转咱们的甲片，但是不能转的太多，因为毕竟真人手拿到真人手的时候，顶多也就是从这边转到这儿，这样去转，我们不可能说是很给它扭过来，是不是？尤其是操作的过程中，哎呀，怎么搞了？好了，这是第三种我们在做油画晕染的时候一种，然后像这种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叠加几种颜色，来看，这是一个深蓝色，然后这是一个浅蓝色，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白色，好不好？再加上白色，棉片擦干净笔，来，棉片擦干净笔，这个时候来，在这上面可能不太好看了啊。先是蓝色浅色系，我在甲面，哎，这个位置我点一点儿，然后这边可能适当来一点，反正你随机弄点就行啊。擦干净笔之后，我再把这个深色的蓝调，在它的旁边或者说离得不远的地方稍微一放，稍微交错一点，也不需要非得特重叠啊，不需要非常重叠。擦干净笔，好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再叠加第三个或者第四个颜色放上去？好，就这么一点点，防止混色混得太重啊。有时候可以同时点几个颜色，点好颜色之后，来笔呢干干净净的去取胶，用的是光疗胶。这个时候有一个大体的走向，比如说从左上角到右下角，胶浮在颜色里面，来转弯不需要，有的时候不需要转太多啊，不需要转太多，可能1笔、2笔、3笔，对不对？都可以。
哎，给它混起来。那感觉混的不够，那这个时候用另外一面，或者说擦干净笔之后，再来一次，把这边往这边混一下。笔一定要干净，不干净出来的效果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看看三个颜色，就是那白色里面又有了蓝色，然后这2个蓝色呢，我们可以往中间我们扭一扭，对吧？是不是它就混起来了？也就我这是随便选的几个颜色啊。当然，大家操作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改变啊，根据实际情况去改变。比如说这种呢，你们如果说现在我这个色胶比较少，如果想占的面积大，那就多点色胶，多点色胶，多晕染。像这种的话，一个借助光疗胶，因为这是一个晕染嘛，那我们同样的这个手法还可以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甲面上涂上一层之后，把色胶浮在这个里面，我们进行拖动，把色胶浮在透色胶里面进行做动，它这个是可以更换的啊，可以换的。但是你看这种做完，能不能从侧面发现甲面是高低不平的？有凸起，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大家说用这种方法做完，它的整个感觉会偏厚一点点，是偏厚重一点点的。所以说这种最终效果大家自行去决定，自行决定该怎么去操作，好吗？这是用湿晕的手法去做的几种款式，几个手法技巧。大家把这些技巧学会之后，在实际运用里面再进行叠加啊等等的，看到某个款式哦，我知道它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操作，对吧？我们主要去学习这一部分。那技巧的手法上来说，我应该哪个角度怎么去转笔，怎么去看专门的晕染手法技巧那节课，好吗？这是我们做湿晕的时候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大家去研究一下啊，我给大家做清楚。方式方法，湿晕、干晕、油画晕染，多种多样的。你看像这最后这个效果似的。这个是不是一看哦，你看起来比较稀，没有那么的厚重，或者透色感没有那么强，那就知道肯定是用晕染胶或者是加固胶上面去叠加的颜色。那我感觉看到一个款式，怎么看起来这么的浓厚？上面的这个胶怎么这么浓厚？那么一定是借助了光疗胶，借助了粘稠度的胶去进行操作实操的。大家把每一种的这种湿晕手法都去做一下啊，用。